色女子香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自想，忘了你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亡命月，心里悲凉，千古轮回场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身上。你应该不会忘记燕丹吧？我明白了，你是燕丹的后人，他最钟爱的女儿。月儿，快点躲起来！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黑色盔甲的人来自秦国。如果不是他们，我的父亲将会是燕国至高无上的王，而我也会永远是他最最喜欢的。月儿，他居然会使用火魅术，这种奇特的催眠剂非常阴险诡异，防不胜防，是韩国杀手团的秘传武功之一。他已经中了一种很可怕的毒药，被称为剑圣的人居然终身不能再用剑，这可真是一种讽刺啊！火魅术，月儿，千万别看他的眼睛！公主，你是不是觉得很累？月儿，你醒醒！想静静的睡一会儿。那就把他杀了。什么？月儿，你快醒醒啊！蓉姐姐，你杀了葛烈后，赤练姐姐就会把我放了的，我们就可以回到燕国去了。公主，杀了葛聂。怪女人，你想做什么？月儿中了那坏蛋的妖术，那不是她心里的想法。他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反抗了，快点动手！怪女人，我不会让你伤害大叔的。你即使照他的话做了，那个坏女人也不会放过月儿的。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公主是我的使命，无论是你的性命还是我自己的，只要能够保护公主，我就会去做。我不会让你碰大叔的。我已经说过，不惜任何代价。天命，快闪开！蓉姐姐，月儿小心！什么东西啊？这玩意儿太厉害了！大叔，我们怎么办呢？
快点跳过来！快点跳过来！想要从我手心脱身，没那么容易。嘿！月儿，我们马上过来接你。这风太大，靠不上去，真是见鬼！你给我靠上去！月儿，拉住我的手！快呀！刚才那只怪木箱是怎么回事？乱打一气，把我设置的蛇阵都破坏了。那是机关兽，威力巨大，能够抵得上一支100人的军队，算得上是墨家的厉害兵器。是墨家的兵器，那他怎么也会攻击端木荣和葛聂呢？这你得感谢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你可记得以前流传的一首民谣？墨家机关木石走路，青铜开口要问公叔。不错，青铜开口要问公叔，你要感谢的就是这个人，否则面对机关兽，被攻破的就不仅仅是你的蛇阵了。公叔家族的人也出山了。高月公主一死，燕国王族最后的血脉在这儿就结束了。这个世界要遗忘的事情太多，燕国都已经有很多人记不得了，又怎么在乎一个燕国公主？你自己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？也许，这才是我所希望的。可惜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容易被遗忘。你救我，是为了让我欠你的情，我就不恨你了吗？公主，上来吧，求你了。月儿，有话上来再说吧。燕丹殿下不会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。不许你提我父亲的名字！你放开我，我不要你救。月儿，这项链可真好看呐。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大叔，千万别松手啊！葛聂身上还有吸尸毒，他根本没有力气抓住月儿，怎么办？放开我！不要！
千万别放啊！我亲眼看到你杀死了他。难道不？这不可能！月儿，你怎么了？还是火媚术在作怪？这不可能！我不明白。公主，伪装才是杀害你父亲的真正元凶。龙姐姐，我是亲眼看到的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赤练的火媚术会在你的脑中制造出来幻象，让你产生错误的记忆。这难道是罕见的火焰赤练王蛇？岛上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蛇，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位姐姐，你是不是叫做月儿？你对月儿做了什么？赤练的火媚术功力深厚，月儿中了之后，潜伏的时间又很长，所以身体和精神都受了很多折磨，非常虚弱。让她睡一会儿吧。你来了。是。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被称为天外魔境，墨家最神秘的要塞机关城。按计划行事。是。龙姐姐，我好看吗？好看，月儿以后会和王妃娘娘一样好看。月儿，你醒了。我到你们住的地方去找过，人们告诉我，你们已经搬走了，也没有人知道你们到底去了哪里。看得出，他非常的爱你们母女，这是他最后的心愿。真是啰嗦的女人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是他狠心的离开我们，他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。是的，他自己也这么说。你父亲许诺过要让你们过上快乐的日子，但是由于刺秦计划的失败。刺秦计划？是的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计划。从这个计划开始被酝酿出来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很多人的命运将被改变。这个刺秦计划到底是做什么的？龙姐姐，这个计划是不是和我们每年都要祭拜的墨家阴魂有关？是的，和我们都有关。那是在12年前，也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年。我就是那一年出生的。那时候，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，但是嬴政已经毁灭了魏国、韩国、魏国。秦国正在进攻赵国。2个部队在长平这个地方相遇。长平之战，秦国与赵国在长平会战，双方投入总兵力超
超过100万。由于赵国军队主帅赵括缺乏经验，导致整个防线崩溃，秦国大获全胜，40万赵国部队成为俘虏。嬴政下令把这40万手无寸铁的赵国俘虏全部活埋。他的这个命令，让整个赵国所有的妻子失去了丈夫，所有的母亲失去了儿子，所有的孩子失去了父亲。燕国与赵国中间只隔了一条易水河。此后的每一天里，我们都可以听到从赵国传来的哭声。那是一个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连上天也被赵国悲惨的命运震动了。你的父亲，作为燕国的太子，未来的国王，他很清楚，秦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燕国。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燕国，他也不希望月儿成为失去父亲的孩子，所以他准备了一个计划，为了燕国，也为了天下所有将被秦国威胁的人。他决定派出刺客，杀死暴君秦王嬴政。本来就反对以强凌弱的墨家，正是太子殿下的得力帮手。这个计划筹划了整整3年，才终于等到机会。但是现在秦国已经统一天下，燕国、楚国也灭亡了，嬴政还活得好好的，这个计划没有成功。是的，我们失败了。为什么没有成功啊？那次我们失败了，但是墨家并没有放弃。墨家前辈的阴魂会激励我们继续下去。那我的父亲后来怎么样了？嬴政知道是太子殿下的计划，他派出大军攻打燕国，要求把你的父亲，把他……对于秦国的报复，当时的燕王把责任都归咎到他的头上。燕王下令逮捕太子，打算把他，还有妻子、女儿，全部交给嬴政。啊！这个燕王太混账了吧！为了躲避通缉，连续几年，他带着家人一直东躲西藏。他觉得让你们跟着他吃了很多苦，所以他必须做些事情改变这一切。他让我转告，他对不起你们，他希望你不要恨他。永远变幻不定的世界，如同一场无法醒来的梦境。世人在梦中迷失方向，从此再找不到回家的道路。谁来安慰哭泣的孩子，为他擦去停不住的泪水？人们在等待一个英雄，带他们寻找传说中的乐土。聂大叔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他可是秦王身边的第一剑客。那为什么他离开秦国时，秦国要派出那么多部队来阻拦他？聂大叔和墨家又是什么关系呢？这木牌上写着义庄的3个规矩。第二，姓葛的人不救。怪女人明明说不救姓葛的人。龙姐姐，怎么了？为什么看到渊红又决定救人了呢？月儿为什么会误会聂大叔是杀死他父亲的仇人？以前的大野熊，那个戴面具的苍狼怪人，还有这个身上盘着毒蛇的坏女人，都是魏庄派来的。这个大坏蛋和聂大叔到底又是什么关系呢？月儿这么天真可爱的女孩，居然有那么多悲伤痛苦的回忆，实在是太复杂了，我的脑袋都要想爆了。这是吸食毒的解药，吸食毒虽然厉害，但是只要有解药，消失的也很快。很久以后，天明回忆起那天的情景，他清楚地记得，当月儿脸上的泪水被风吹去时，天边忽然出现了一道彩虹，
像一座桥架在云和山的彼端。虽然不是第一次看到彩虹，但他是第一次感到非常的快乐，因为彩虹出现时，他在月儿的眼中找到了一丝平静。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间，但他知道在这个瞬间，月儿暂时忘记了悲伤的过去。